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汉语。这里呢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，我来这里散散步，顺便跟大家聊聊天。上个星期，我和我的学生玉英聊了聊，请他介绍了一下他学习汉语的方法。玉英只用了3-4年的时间就可以和中国人交流了，但是还有很多人可能学汉语学了5-6年，还是没有办法跟中国人交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，玉英用3-4年的时间就训练出了汉语思维，而很多人只是把自己的母语翻译成汉语。比如我问大家，这是什么？有汉语思维的人会马上回答，这是手表。但是没有汉语思维的人呢？没有汉语思维的人会先想到自己的母语，比如英语 This is a watch， 然后把 watch 翻译成手表，再说出来。越长的句子，在脑子里翻译的时间就越长，这非常影响交流。另外，如果你说汉语的时候，先在脑子里想好你的母语怎么说，然后一个词一个词的翻译成中文，这会让你的汉语听起来非常奇怪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，邓邓，说好汉语最关键的是什么？那我会回答你，最关键的是汉语思维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训练汉语思维呢？当然有，今天我就教大家几个训练汉语思维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可以从简单的词语开始，跳过你的母语，用汉语说出你生活中常见的东西，比如河。因为昨天刚下过大暴雨，所以现在河里的水不是特别干净，但平时这里的水还是很干净的。救生圈、灯、树、草、椅子等等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为了训练他自己的汉语思维，他会把汉语贴在他常用的东西上，这样每次他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能看到这些东西用汉语怎么说。比如杯子、笔、苹果、钟、门。当你看到你身边的东西，你首先想到的是汉语，而不是你的母语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第2阶段的训练。这个时候，你可以用简短的句子形容你做了什么，你想做什么，或者你正在做什么。比如，我在走路，我想吃饭，这是我的伞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，那么你可以在睡觉前做这个训练，在脑子里用汉语说一说你今天做了什么。比如，我今天7点起床，我去了超市，我买了水果。这个训练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当你每天睡觉前都能很快地用汉语说出你今天做了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更难的训练了。第3个阶段，你需要给自己一个全中文的环境。
如果你身边没有中国人可以跟你练习的话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中国的电视剧和节目。看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角色，把你自己当成他。每当别人和你的角色对话时，你都想一想，你会怎么回答，你会怎么说。最好是能大声地说出来。如果你觉得大声很不好意思的话，那小声地说出来也可以。但是这个阶段一定要说出来，因为你不但要训练你的大脑用汉语思维，你还要训练你的嘴，训练你的口部肌肉，习惯汉语的发音。注意，不要害怕说错，也不要害怕你的语法不对，因为中国人说话的时候，发音和语法也不是100%正确的。语言只是一个工具，它和其他工具一样，你要做的只是反复的训练，直到你可以使用它为止。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今天开始去训练你的汉语思维，停止在脑子里翻译。你可以尝试使用我教给你的方法。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里给我留言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最后，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说流利的汉语。我们下次再见。By the way, if you want to learn Chinese with me,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everydaychinese.com. I believe you will find something you need.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.